俄黑海舰队又要遭殃了。最近呢，有消息显示，乌克兰正在开发新型的水下鱼雷。据称，这款鱼雷的最远射程能够达到2000公里。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在近期呢，乌克兰军方向外公布了一组照片，内容显示，乌克兰的 Brave 勇敢集团新开发了一款水下鱼雷，名为托洛卡。目前该集团还并未公布此型鱼雷的具体信息，或许该鱼雷还正处于早期的开发阶段。不过根据乌方公开的信息显示，该鱼雷呢有着3个型号，分别是 TLK-150、TLK-400 以及 CLK-1000。其中 TLK-150 弹体全长 2.5 米，射程为100公里，弹头重50公斤。TLK-400 弹体全长4到6米，射程为1200公里，弹头重500公斤。CLK-1000 弹体全长4到12米，射程则是达到了2000公里，弹头重量更是重达5000公斤，非常夸张，甚至比一些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还要重。美国一些专家就认为爆炸物实际装在水下鱼雷前部，这意味着当该鱼雷与敌舰碰撞时，击沉的可能性要高很多。只不过目前尚不清楚3款鱼雷的时速。在外形方面，3款鱼雷都是典型的管状主体，其推进器呢，并不是安装在弹体末端，而是外置安装在弹体前部，以此增强托洛卡鱼雷的机动性，有助于该鱼雷的快速前进和转向。不同的是 ，TLK-150 型只有2个助推器 ，TLK-400 和 CLK-1000 则是有4个推进器。另外，托洛卡有一个装有摄像头的通讯桅杆，这种桅杆会导致鱼雷不能深潜，必须把桅杆漂在水面上。这种设计呢，可能是一种对成本的妥协，不过依然很难被敌方发现和拦截。另外，根据相关信息，托洛卡的发射之后呢，还可以在预定区域待机，时间长达3个月。也就是说，乌军完全可以提前发射，然后呢，像一个漂浮着的水雷一样，等待着俄军军舰的到来。大兵猜测，乌军应该会提前给托洛卡输入俄军各型军舰的雷达数据，然后由其使用鱼雷扫描仪或者3D 声呐、水听器和相机，随时监测周围的情况。一旦检测到有俄军军舰经过，就能在没有人员指挥的情况下进行攻击，或者检测到敌舰后将信息发往后方指挥中心，让其判断要不要攻击。不过考虑到该型鱼雷的摄像头是用热成像和普通网络进行视觉识别，因此大兵更倾向于后者的攻击方式，而不是真正的自主攻击。另外，如果乌军官方的数据没有错误的话，那么 CLK-1000 型5000公斤的战斗部甚至要比2战时期英国的高脚柜炸弹还要重，因为该炸弹虽然重达10吨，但是战斗部炸药也只有2吨多而已。就算是这样，高脚柜从6000米高空投下，也能击穿5米厚的混凝土墙壁，直接落在地上的话，甚至能炸出一个24米深、30米宽的大洞。而且这还只是2战期间的炸药技术。放到现今，5000公斤的战斗部搭配现金炸药，大兵感觉炸航母都够用了。说的就是你，库兹涅佐夫号。最重要的是，托洛卡超远的射程使其能攻击黑海区域的任何目标。毕竟奥德拉沿岸距离黑海舰队本部塞瓦斯托波尔也只有300公里，就算是绕一圈进攻梅里托波尔和马里乌波尔，距离呢也只有约880公里和940公里。这么近的距离 ，TLK-400 就能轻易完成了，更别说2000公里的 CLK-1000 了。要知道，从乌克兰敖德萨到乔治亚的巴统也才1100公里左右。如果不是托洛卡只是一款鱼雷不会飞，它甚至能轻易打到莫斯科。当然，也并不是非得要炸军舰，其实炸桥也可以。就比如说克里米亚大桥，就如图片中所显示的，该桥的底部是由一个个的混凝土桥柱支撑的。此前，乌军在2022年10月8号执行的一次爆破，直接摧毁了该桥几个跨度。后续的维修工作花费了近4个月的时间，直到今年2月份才算是结束。但是火车轨道部分至今还未修复，未来乌军完全可以操作托洛卡一路绕行至该桥，切断俄军的后勤补给线。不过呢，这取决于该鱼雷是否开发并制造完成。如果是的话，克里米亚大桥将会是乌军进行大反攻之前的关键目标。因此，大兵认为托洛卡鱼雷的3个型号所攻击的目标并不全都是舰船，其中 TLK-150 的目标主要应该是巡逻艇和小型登陆舰，TLK-400 的目标主要是各型军舰、
桥梁、港口。CLK-1000或许就是专门为了俄航母准备的。不过这些都是大兵的猜测，至于未来乌军具体会怎样使用托洛卡，还要看当时的形势和鱼雷的具体性能。那么讲到这里，大兵忽然想起来，如果要对比的话，托洛卡与俄制的暴风鱼雷和美制的 MK54 鱼雷之间孰优孰劣呢？首先，暴风鱼雷作为现今俄海军最强的鱼雷，它是由普通的鱼雷发射管发射。各项数据方面，暴风鱼雷重约 2.7 吨，战斗部装药250公斤，长度为 8.2 米，水中航速为100米每秒。换算之后呢，就相当于200海里每小时或者374公里每小时，几乎相当于小型飞机的速度，是现今世界上最快的鱼雷了。可以在400米的水深处攻击以50节航速航行的潜艇，并且可以装载核弹头，具有极强的破坏力。那么，为什么这种鱼雷能够有如此变态的航速呢？这是因为该鱼雷使用了超空炮技术，而超空炮呢是一种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当一个物体在水中的运动速度超过100节时，后部就会形成水蒸气泡，从而产生超空炮流体。借用超空炮技术，就能使舰艇和水下武器以每小时几百公里的速度潜航，有时甚至高于水下声速。而相比之下呢，利用传统技术所能达到的水下速度，最大也不过每小时130公里。凭借着超空炮技术，暴风鱼雷有着很多优点。其一，用途广，通用性强。超高速雷呢，可以根据需求设计成不同的用途、不同尺寸，由潜艇、水面舰艇、快艇的发射管以及装在岸上的专用发射装置发射。装有专用的战斗部，可以用于打击潜艇、航母编队等大型水面舰艇，也可以用于摧毁岸基设备、舰艇停泊地、封锁海峡及舰艇自卫等特殊用途。而装在快艇上，则无需专用的火控系统，可以通过艇上发射器直接发射。该水雷也可以作为水下运载器，装载轻型反潜鱼雷，作为战斗部快速将其运送到敌方的目标活动区。其二呢，速度快，可以有效地打击目标。高超速鱼雷水下航速可以达到200节以上，成倍地超过了普通鱼雷的速度，能够快速地解决、摧毁和消灭敌方舰艇的目的。其三，维护简单，使用可靠。由于采用了固体火箭发动机，又无复杂的自导系统，该雷使用简便，易于维护，战斗准备时间短，使用不同工具运输、装载、储存均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当然，有优点，那必然也有缺点。一个是射程问题，另一个就是制导问题。由于该鱼雷最远射程是只有15公里，有效射程甚至只有12公里左右。那么腿短就势必要递进攻击，而递进攻击呢，又会让潜艇暴露在敌方的反潜炮火之下。在现代海战中，这种攻击方式无疑会增大很大的风险。在这方面呢，即便是托洛卡鱼雷的 TLK-150型，其射程也是暴风鱼雷的8倍多。再者，由于没有制导，暴风雪鱼雷一旦发射出去，就无法改变航向了。所以水下灵活方面是有所欠缺，而托洛卡呢却能凭借着优秀的待机时间，提前潜伏在预定区域，而且水下机动性要比暴风鱼雷强很多。同时呢，如果都是常规炸药的话，除了 TLK-150型，托洛卡的剩余2个型号战斗部重量也比暴风鱼雷高很多， CLK-1000型甚至是暴风的20倍。最重要的是，暴风鱼雷发射之后呢，还伴随着巨大的噪音，非常不利于对敌军舰艇发起进攻。毕竟呢，鱼雷最大特点是水下航行速度，另一个就是噪音。如果无法消除噪音，那么就相当于提醒敌军有鱼雷飞奔而来，这也成为俄军无法攻克的缺陷。至于 MK54 鱼雷，它是美海军现役的轻型鱼雷，最早在2004年进入美海军中服役。数据方面，弹体全长 2.72 米，弹重276公斤，弹头重约44公斤，内部装填了 BPXN-103 炸药，极限时速为74公里每小时，有效射程大约15公里，可以由 MK32 型鱼雷发射管发射。性能方面呢， MK54 的制导方式为主被动声自导，主动自导探测距离为 2.5 公里，其声自导头呢是从 MK50 鱼雷声自导头成熟技术演化而来的，采用流体力学性能良好的雷顶线型，具有较低的震机自噪声、水声震机和数字式波束形成装置，在潜水区具有良好的性能。
其52个换能器单元按垂直和水平各8条排列，能提供窄波束，提高鱼雷的自导性。该雷还具有连续的变速能力，使鱼雷末端速度和环境噪声条件相匹配，从而使得 Mk54 自导头有着最佳的搜索和跟踪效能。目前 Mk54 的自导和控制系统有着2个主要部件，分别是自动驾驶和导航的控制组件。其中呢，自动驾驶组件中的数据记录器能记录着700兆字节的数据，导航组件则是采用了 Mk48 ADCAP 鱼雷的数字式自动驾驶仪技术。另外，为了满足动力控制的要求， Mk54 采用了 Mk50 鱼雷姿态测量装置和现代化的深度传感器组件，处理能力呢为每秒浮点运算1200兆次。这种处理能力与他们在潜水和深水2种环境条件下的最佳探测、编辑和跟踪算法相适应，远远超过了同类型的鱼雷。另外 ，Mk54 鱼雷发射前是由自动测试设备装入鱼雷的战术软件，在航程终了时，战术软件被储存电路擦掉，以免泄密。鱼雷入水后，雷上的自导与控制系统跟踪、探测、分辨和计算各种目标数据，然后通过多次收听其音程来分析这些目标，不断删除假目标，追击真目标。而相较于 Mk54， 托洛卡的优势呢在于射程和装药量，以及能在特定区域长期待命，随时发起攻击。不过，在跟踪、检测等电子信息领域，则是要逊色于 Mk54 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11月22号，波音曾对外宣布，高空反潜战武器能力项目已经达到了初始作战能力，可以将 Mk54 空投轻型反潜鱼雷变成远程快速投射的防区外武器。到时候，该鱼雷的射程将不再是缺陷。也就是说，托洛卡与上述2款鱼雷之间呢是互有胜负，但是托洛卡超远的航程远不是这2款鱼雷所能比的。这不仅让大兵好奇啊，如果未来托洛卡鱼雷能直接将黑海舰队封死在塞瓦斯托波尔，使其不敢出来，那么对于俄罗斯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其实上述问题啊，可以这样说，那就是一旦俄黑海舰队没办法出港，那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完全失去了对黑海的控制权了。这对于俄罗斯的伤害是巨大的。首先来说，黑海现今就是俄罗斯对抗北约最大的舞台了。长期以来，俄罗斯和北约双方都对黑海地区倾注了非比寻常的关注，在较为克制的表面下呢，算是暗流涌动。而对于俄罗斯来说，黑海则是其海岸生命线，是俄海军进入地中海的重要通道。因此，黑海舰队已经成为了对抗北约的第一线主力军。与此同时，俄罗斯势必要为未来的发展谋求更好的出路，而黑海对于俄罗斯的发展而言呢，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历史上，苏联覆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缺乏强大的海上力量的支撑，以至于苏联陆军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吸取了来自历史的教训，尽管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大陆型国家，但却依然紧紧抓牢着手中的海洋势力，期待利用海权巩固其大国地位。另外，海权和陆权相辅相成啊，强大的海洋力量往往意味着发达的经济基础和先进的工业基础。海洋力量的发展会推动国家经济与科学的建设，同时海洋往往和贸易联系在一起。强大的海军保障了国家财富的积累，而国家日益繁荣的经济也反过来促进了海军力量的提升，两者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由于苏联解体曾导致一部分海陆资源的流失，在这样的情况下，运用海洋运输保障经济补偿与捍卫国家政治外交利益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俄罗斯主要是以大陆为主，但是依然不会忽视黑海的重要性。此外，黑海还有着重要的海洋资源。在俄罗斯新的海洋政策之下，对于周边海域自然资源的开发提上了日程，而黑海地区则是拥有非常丰富的矿藏、油气资源，是当前人类所使用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俄罗斯来说，蕴藏于黑海的丰富资源既是经济效益，也是外交效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来往往往和政治挂钩，此时由黑海蕴藏的丰富资源而产生的国际贸易就不失为向外渗透影响力的大好机会。因此，如果未来乌克兰使用托洛卡鱼雷迫使黑海舰队不敢出海的话，俄罗斯就相当于失去了对黑海的控制，并且黑海舰队一旦被彻底锁死，乌军呢就不必再面临该舰队各型导弹的威胁了。
沿岸压力会小很多。总结来说呢，这次乌克兰自研的托洛卡鱼雷对于自身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于黑海舰队来说则是灭顶之灾。那么大家认为大量的托洛卡鱼雷能否将黑海舰队封在港内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内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